丸第一点。哇，这个面好酷哦！这个金黄色的飞鱼丸是生食级的。OK， 那我们这碗面里面呢，还有把它烫熟的，所以你会吃到2种不同的味道跟口感的飞鱼丸。酵母发酵的时候，它需要的养分就是糖，但是这个糖不能加太多分，你给太多，这个就是比利时炸弹。为什么我觉得加糖好像有一种在填充火药的感觉？这个锅是我们在2018年，然后那时候市府推出了一个叫做渔夫锅的比赛。渔夫锅比赛，这有得名吗？有没有得名？有得名，到底有没有海鲜？有，不在里面，不在里面。不在里面，你跟人家叫什么渔夫锅？哎，你们很妙。这里呢是基隆的和平岛，在我们身后这里是阿拉堡湾，它可是名列世界21大日出美景之一哦。但是我们今天来这里呢，不是来看日出，也不是来看美景，我们来找的是限定的早餐。这日头都已经正当中了，还早餐，早都不早了，我们来去找。嗨，嗨，你好。听说我们要来这边现在都已经正中午哎，对，我早餐哈。早餐哦，有啊。有吗？有。点真笑哎，容易中岛，你有跟早餐。早餐。我们是一定要去那边。哪边？那边绿绿的，有没有看到？要去那边？哎，对，要去那边。要不要跟我去？好，我跟你去啊，走啊。好，那我们一起走。好，来。行，哎，这里哦。好呗。哇。你那这里啦，我定来去行。我嘛定行呢，真的啊，我海南呢。阿拉堡湾位处于和平岛的落石区，基于安全考量封闭多年，2018年才对外重新开放。多年的管制游客与居民不得其门而入，却也因此保护了当地的生态环境。究竟这限定早餐是什么呢？答案即将揭晓。你讲来家，嗨，啊早餐里对。一家绿绿的都是海藻啊，海藻可以吃啊。你是说做很多海藻的藻？对，早餐。对，跟我们那个早餐又不一样。不一样。这是什么藻？这个是石唇。石唇，哎，石唇长这样。哎，对。那还有什么？哎，还有那个长舞台。怎么分啊？啊，有细的，等一下我们下去看。好啊。现在这边是每个人都能下吗？哎，不行。不行嘛，对不对？只有我们和平岛的海女。什么叫和平岛的海女？就是我们在地的，我们以前日本时代的时候，那个琉球人教我们吃藻类，怎么拔藻类？拔藻类的时候，我们本地都请问阿公啊、做了那一代一直流传来，流传来，我们到这一代，对，那我们就会知道怎么去用这个藻类。游客来不行，他不会煮，对，浪费掉，他会乱拔，然后也会乱采，生态又采也采坏了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又留下台湾特有种的那个陆地水母，就是塑胶袋。对。所以海女要怎么被认证啊？有认证的。有认证。认证海女哦。对，我们在地的就去申请。申请它有一个海女的证照。海女证。我们才可以下。有没有海南证？也有。也有，不是只有海女、海南也有。哇，所以就是依照你们在这边传统下来的人妇女，然后有下去采的，有被认证过的海女才可以下去。对。哇，太幸运了，我今天可以跟你下去采哎。我们这边有70几种。好啊，不然你传来看嘛呀？有70几种，有绿藻、褐藻、红藻、蓝藻。蓝藻是。我跟你讲，我们下去采比较快啦。你这样全部讲完了下去，他就看图片了。我教你怎么下去。你要教我？不然啊不就。滚啦！哎呦，你我有这啦，我有这啦，70几岁我有请这啦，菜龟保地的。哎呦，我不敢啦，我拢安尼啦。不用，我扶你啦。没关系，我自己。确定不用哈？不用。你不用，手还给我牵着。你弄啊，嘴巴讲一讲，不用，还摸嘞。手太珍珠。对啊。后边个姐，后边个姐。你请平安下啦，他采啦。好。那这怎么采？等一下我的跟着2位经过认证的资深海女姐姐一起来认识海藻。藻类被称为海中蔬菜，是早期渔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物。因为和平岛特殊的海蚀平台地形，让这里的海藻多达70多种。每年3月，潮间带就会铺上一层绿毯。
所以我们要采的是这个。这个我在海边冲浪在玩的时候常看到，但我都不知道可以采的。这个就是可以做海藻粉。这个，就是你饼干有没有？吃的粉就是这个做的。这是我们在冲浪的时候，有时候他会看到它在海上飘着，你拿起来咬也没什么味道嘞。那个咸咸的啦，硬的啦，硬咸咸的啦。这个藻，所以它要再加工才可以吃，还是直接炒了就可以吃？不是，我们要阴干，烘干，用机器那个50度以下砍手，低温砍手，砍手，你太阳一照就死了。你看这个，白掉了，快那个。这个快要白了。你看它晒到透明的就不行了，像这样子。这个很明显，你看。对。你看这个。它这样可以看，这样看有没有？你看。它太阳一照射以后，它就变成透明掉了，白掉了。这个就不行了。不行。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们满地的不要钱啊，天然的都是。可是你要。它生长的时候，你要来拔的时候，浪大你拔不到，涨潮拔不到，一定要退潮的时候。退潮降，今天要来拔，现在太阳又太大，所以又要抢时间的意思。对。其实我本身就还蛮海南的啦，但是我说的海南不是这种海南，我是属于那种就是比如说冲浪啊、潜水、打鱼。我觉得海女对我来讲的。我觉得开始对他们有一种尊敬的感觉，因为你想哦，我们如果都只是在海上，我们没有礁岩，所以你被浪打到的时候，你顶多就在水里飘来飘去。但是如果在那里突然一个疯狗浪，或者没有看好潮汐，当然你要当海女的先决条件就是你对海象要很了解。但如果你有没有想过，一个不小心，那打下去，它是跟石头在一起，没有任何的支撑，其实相对也是有相当的危险性所以你看哦。这下面有个雾面哈，像小鸠雷，小鸠雷这里，对，都吃它的食物。鸠雷，对，所以你看，不要说这个是只有人吃，那个动物也吃它，鱼类也吃它，所以这个很重要，很重要。所以我们来拔，我们不会全部把它拔光。那你教我怎么？你教我怎么采好不好？好。那我跟你讲，这打会使，这打拢会使，这打拢会使。像这种较幼的这种嘞，嘿，这种，这唔好，这就是长舞台。这就是长舞台，长舞台你不要。那个不要，那个沙很多，我去找来给你。对，我去找。长舞台不是我们一般吃那海菜吗？就是我做水饺了，就是长舞台去做。做水饺。对。长舞台你来做水饺。对。水饺，这个。长虎台在台湾各地海岸都能见到它的踪影，但以东北角海岸的生产量最多。因为是俗称黑毛瓜子辣的食物，长虎台也被称为黑毛菜。而海边钓客也常就地取材，利用长虎台作为钓鱼饵料。但没想到蓝妈妈居然拿它们来包水饺。这个就是对不对？对，这个就是长虎台。长虎台。对。哇，那这个要怎么拔啊？这个太短了，不行。这太短，它最长可以到多长？要这么长。这没有啊。可是今年就长不出来。本来是过年前的时候就开始长。对。是我们过年前2个月下雨。对。后来又太冷。对。这个要18度到20度。又是18度到20度。本来就是。那为什么我们这个东北角的藻类这么多也不是只有和平岛，因为第一个地址就是要沉积岩，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好那个冬天从那个东北季风把冷水团带进来，差不多18度。所以这个蛮难的。你看你第一个要先有18度到20度，再来你的浪又不能太大，你还要配合着涨退潮。对，还有64种无机元素。是哦，我们夏天是从鼻头角流过来黑潮，对，所以我们有2个潮汐，所以把那个水的表层、中层、深层2个潮汐把那个中层64种无机元素这个海洋地质、水温64种无机元素。对，那为什么你在海池地来看到你没有看到红藻？对，因为绿的比较强。所以台海池地不管你到老梅啦、巴多子、碧流有那只有这个潮间带有没有？对，退潮的时候才有看到褐藻、红藻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水的表面是红的，所以才
还有褐藻、红藻。那水为什么一年来和平岛看，一年四季浅蓝、深蓝不一样？对对，因为它深度的关系，紫外线的关系。对对，是我们深度不够，没有蓝藻。所以我们的绿藻、褐藻、红藻，所以我们石花菜紫菜、头发菜都是在外面。懂了。所以你看我们和平公园它有讲今天外面有急浪，对啊，就不给那海女到踩那个危险的，进来一点去。对啊，所以只有我们这个绿藻可以。好吧，那我们今天也就只能用这个叫做石纯了，石纯，好不好？除了是专业的海女，蓝妈妈更身兼和平岛的解说员，对当地生态环境了若指掌。因为从小在基隆长大，蓝妈妈对这块土地有着特殊的情感。她不只了解这些来自大海的宝贝，更进一步将它们研发成料理，希望将家乡的特色推广出去。猪肉，然后呢？还有长虎胎，还有这个就是豆腐乳。豆腐乳，哇，这个面好酷哦！这个金黄色的飞鱼卵是生食级的。OK， 那我们这碗面里面呢，还有把它烫熟的，所以你会吃到2种不同的味道跟口感的飞鱼卵。飞鱼卵最厉害就是每次咬下去，好像在咬跳跳糖。对，这里面我有闻到一个吹不上来，青草的感觉。对，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石纯绿藻，第10加第9。对，所以这杯酒是你吃面的时候就会送。对。台湾第一点。猪肉，然后呢？还有长虎胎，还有这个就是豆腐乳。豆腐乳？豆腐乳就800克6颗的豆腐乳。加豆腐，哎呦，我好喜欢吃豆腐乳。豆腐乳你看还有个2克的砂糖。2克的砂糖。1克的盐。青底下那包起是什么味啊？青底本来这个青苔你冰过那个腥味很浓，所以我们社区最腥味很浓。就是那个海洋味道很浓。我们社区我打开海味就对了。伊讲这间敢还未到。那安尼，那有人讲袂安尼啦。这个是我们社区营造起家，就是我好大家也好。大家互相帮忙就对了。卖那个就是大家都有赚的，对不对？对。你袂使讲我一个赚，大家落来大家赚，对不？那个前提落来叫海女去办，他们才有钱赚，不是我自己把自己赚，不行。就是还是大家分工合作。因为我是民国91、92、93社区营造员，就是社区营造，就是营造就是用社区，咱来做咱的产业，大家要安怎赚钱，对不对？你要像我讲的，讲靠山食山，靠海食海。对。你海你，阮大天食鱼的水煮，鱼啊转来，有鱼啊，有虾子。那个有冬天吃藻类，就是这样在推这个。冬天其实吃藻对身体也不错啊。对呀，所以我很多藻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你看我敢有成40几岁，我嘛无成，我拢吃藻类。你看起来才40几岁尔啦。对呀，对。你自己对笑成那样，太高级了。你去采海菜的时候你会抱着什么样的心情呢？因为我们那个从小都对着海，对不对？眼睛睁开都看到海。对。看到海，那我们现在嫁来这边比较社区，离那个自然海岸线，我们有正滨渔港是有啦。正滨渔港可是看得比较平啦，船啦，可是回味那个浪声，那浪声就是从小就弄风跟海。我的对话，那个声音，那你在嫁来这边，好像都没听到那个声音，觉得很怀念。以前小时候睡觉的时候，弄那个声音，对不对？现在你到和平公园才有，所以你去采的时候，
哎呦，那个看到海真的，我们自然的海、石头，对这样空气又好，对，所以我是觉得说，很怎么疗伤啦？有时候我们太累了，疗伤就是说做的太累了，辛苦了，对不对？有时候人就是人生，有时候会高高低低的起伏啦，正常。对你就有时候去海边走一走，拔海藻回来吃，又健康又也是一种享受了。对，享受。你要说出国，你那边出国，你来我们这海边行，对不对？多漂亮。对啊。你不知道海女感觉就是好像就包起来了嘛，整个包着。然后你跟她讲什么，她哎呀，哦对啊，好，慢慢来，say 啊，就这样。但她也会愿意跟你分享她生活中的很多的点滴，很多的事情。我觉得有一种好像常常看大海、常常看大山的人，也许你的心胸就会稍微开阔一点。哇塞，车底水饺就是人家说的长舞台的水饺。我懂，刚才妈妈说的那个，她加了一点那个豆腐乳酱，有没有？去掉了那个长舞台的腥味，就海味，不能说腥味。其实我觉得它的肉味还是稍微重了一点，但是海藻味，我还蛮期待吃到海藻味的，就是我喜欢海藻的那个味道。因为靠海边吃的就是海味啊，没有海味，你为什么要吃海鲜呢？对不对？但是你如果有些人对那个味道可能有点抗拒，以后包水饺你可以加一点点豆腐，也不错哦。好吃哎，好吃。哇，所以这个就是石醇呐，吃看看，原来石醇就是我们以前常喝到的海菜汤。哇，好香啊！和平岛的。哇，你这样做好吃哎，新鲜的，哇，好吃。我喜欢那个味道，就是你就知道你在吃的是海藻，所以石醇咬起来有一种口感。哇，好吃！原来这就是你们说的早餐，其实是海藻的早餐，而不是早上的早餐，也不是找东西的早餐，它就是和平岛东北角限定的早餐。和平岛特有的早餐，在蓝妈妈的推广下，不仅带给人们健康，也带动地方无限的生机。品尝完营养满分的早餐，跟着哥前进日据时代的台湾第一大港，看看缤纷的彩虹如何让旧渔港再度受到瞩目。哇塞，基隆俗称台版的威尼斯正滨渔港，我本人还是第一次来到了基隆呢。你不管可以玩到天空中的老鹰，还是水里面的游戏，还有私房的料理。走，我们来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。你可以不要再停在美景了吗？回来。我们刚刚不是说私房景点？私房景点是什么？就是配着这个美景，然后吃下面。哇，这个面好酷哦！你看，这里面有，这是飞鱼卵吗？没猜错的话。这个金黄色的飞鱼卵是生食级的。OK。那我们这碗面里面呢，还有把它烫熟的，所以你会吃到2种不同的味道跟口感的飞鱼卵。所以它是拌在一起。对，拌在一起。对。哇。好，那绿色的这个呢？绿色的部分是我们基隆春天的时候的海丝平台会长的一种绿藻，叫做石醇。对，绿藻。对，石醇绿藻。那我们就把这个石醇绿藻呢，请那个渔村妈妈采集回来，晒干之后磨成粉。对。然后加在这一碗面里面，让它有一个海藻的温度香气。好酷哦！先试一口。好。你是习惯听到日本人吃法，还是台湾人吃法？好吃的，我自己最喜欢这样的。
软，所以有吃到那个哔哔啵啵哔哔啵，真的就是我们飞鱼软。对。飞鱼软最厉害就是每次咬下去，它就啵啵啵啵啵啵，好像在咬跳跳糖。对。然后它那个石唇的香气，哇，好香。然后你还有加了豆瓣酱。对。所以这里面都是用基隆在地的食材。哇，好酷哦！那吃了这个椒麻口味的干面之后，是不是嘴巴就有点渴？那我们再来喝一个我们自己开发口味的精酿啤酒，第10配第9，就是我们下面想要推广的一种餐饮理念。你也自己做的？对，也是我们自己开发的。哎，等，我冒昧问一下，您原来是做什么？我最早工作其实是基金经理的。基金经理的。那10年前离开这个产业之后，就开始创业。但是我创业的时候，我就是对酒这个产品很有兴趣。所以我先去学习了试酒。然后试酒完之后，就学习酿酒。酿酒。那现在就开了一家这个小小的餐厅，把第10跟第9这件事情想办法把它结合在一起。我觉得现在有一个事情是大家都一窝蜂的做一件事情，就是不要一窝蜂的做一件事情。当一个人在做这件事情，就觉得哇那个很好，那我们也一起做这件事情。那这件事情它只会越来越不好，而应该是说，哎，他可以做那样子，那我们有没有什么东西也是属于我们自己的，我们就可以一起把这个东西做得更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这样。基隆什么东西可以拿来做成酒？其实我们基隆是一个山海港城4个元素同时存在的一个城市。基隆在七堵有一个山叫做马林。那马林其实有很多地方的农作物，但是因为它产量比较少 ，OK， 所以通常我们就讲的叫做七甲酒和波高啊。对，都不高啊。对，所以说其实我们就是把那个在地的这些，比如说像夏天会出产的树莓，我们会做成酒，用酿酒这样。这里面我有闻到一个说不上来青草的感觉。对，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石醇玉藻。我们也把它开发了一款啤酒，对，就是加了石醇玉藻，让它有一点点，我们把它讲成海味啊，对，海的香气。试试看。酵母发酵的时候，它需要的养分就比糖好，但是这个糖不能加太多，你给太多，这个就是不定时炸弹。为什么我觉得加糖好像有一种在填充火药的感觉？台湾第一点。哎，滑顺呢！我已经很久没有喝啤酒，而且我自己本身很喜欢喝的是精酿啤酒。它有啤酒花的香味，它有那带呢微苦，但是它多了一点点滑顺的 feel， 就好像，也许可能是心理作用，就是你跟我讲说哦，因为有这些石醇，有藻类，它就有这样黏液的感觉。其实你讲的，它确实会有一点效果，就是海藻泡水之后的那个水会有一点点黏黏稠稠的感觉。它有一点非常的，也许我因为本人太常喝啤酒，所以呢会喝到它有那么一点点的变化，很舒服哎，这个味道。第10加第9，对，所以这杯酒是你吃面的时候就会送。对，我们希望推广的就是这个第10、第9的文化，所以我们每一个可以喝酒的朋友，我们都会询问他说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会招待一杯精酿啤酒。那每次的精酿啤酒都不一样，春夏秋冬，因为取得就是基隆在地的哪一种元素加到里面是。哦，那有没有鱼可以酿酒？飞鱼卵可以酿酒吗？在台湾的法令或者全世界的法令，其实是啤酒不可以用动物性的东西放在里面。那确实真的有这个案例，在网络查得到，就是有些自酿的人，就是把一些内脏型的东西下去，后来就吃死了。所以这个法令是有明文规定，不可以加动物性的东西在里面。哦，但是
但是啤酒却可以配合吃到动物性的东西。对。哦，它不可以加动物性的东西下去酿。是。我又学到一个新的东西，我不知道，完全不知道。我以前就觉得，对啊，日本人这么喜欢喝酒，为什么他们没有去酿到一些你想象不到的？因为就是我们发酵会用到菌，那动物性的东西遇到不好的菌的时候，比如说肉毒杆菌啊，你不小心跑进去了，那吃了会让人会致死。哇，那个很麻烦。所以因此我们在做发酵的东西，通常都是不可以加动物性。基隆早乐趣透过 Nielsen 用10纯精酿而成的啤酒，搭配八斗子特色渔产料理，感受地酒配地食的文化。基隆有得天独厚的条件，有山有海，港式结合。以前来到这里吹海风、尝海鲜绝对是第一首选。现在又多一项新的玩法，利用在地特色酿出风味独特的啤酒。哥这么爱尝鲜，当然不能错过喽。酿酒整个的精髓就是要发酵，然后靠酵母去工作之后呢，把这个本来没有酒精的麦汁变成有酒精的啤酒。哦，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二氧化碳。所以我们打开那是二氧化碳。OK， 酷。所以我们常常会讲说，酵母在工作的时候会产生2个东西，是一个是酒精，另外一个是它的屁。二氧化碳。OK， 对，好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就是我们在工厂里面呢，第一阶段发酵完的麦酒，就是因为啤酒的原料是麦，但它已经是酒了吗？它已经是有酒了，它只是没有二氧化碳。哦 ，OK， 因为二氧化碳在我们在发酵的过程呢，其实第一阶段的时候已经都排掉了。OK， 对，所以这个就是没有二氧化碳的麦酒，然后也没有味道。就是有麦的味道，就酒味，有麦的味道，也有啤酒花的味道了。OK， 对，我们要怎么做？好，第一个就是说，因为我们现在要让它在所谓的瓶内做2次发酵，对，或是叫瓶内发酵，对。所以第一件事，酵母发酵的时候，它需要的养分就是糖，所以我们要给它一些糖，让它在这里再工作。但是这个糖不能加太多，这个糖只是要给酵母工作的养分，你给太多，这个就是不定时炸弹。哦，对，所以这就是你刚刚一开始讲，这是化学。对，你要精算出它的加的克数之后来做这一件事情。好，这个汤匙我们已经都量过2匙，对，你就加个2匙，2小匙，平平的这样子这样，对，加进去1匙。为什么我觉得加糖好像有一种在填充火药的感觉？对啊，被你讲完，你现在就是要给它填充火药。对，OK， 加了糖。好，然后第二个呢，就是我们这边准备了3种，可以让这支酒在之后开瓶产生另外一种风味的添加物。OK， 第一个就是柚子精油，所以你之后这支酒开瓶倒出来就会有柚香。对 ，OK。第二个呢是有人喜欢酒喝起来有甜味，甜的。好，所以我们准备了不能被发酵的糖。哦。如果你加的是会发酵的糖，酵母又把你的吃完了 ，OK， 又让你的这个压力变大了 ，OK。那第3个就是我们基隆的特色了，我们把基隆的这个海边的10纯绿藻也萃取出精油之后，让你可以添加 ，OK， 这样你闻起来就有一点点海苔的气味，海味。好，那它跟啤酒花也可以做一种互相不同的层次感。好，所以那为什么要把它变成像这样子一个淬炼出来的、提炼出来，而不是直接加呢？因为第一个藻类直接泡之后呢，它会跑出那个胶质。OK， 所以会让你这个酒呢变得比较浓稠。哦，有时候消费者会不能理解，是啤酒我们是每次倒出来就是清清爽爽的感觉，为什么这个倒出来有点勾勾？所以我们也是实验很久之后就决定不要直接泡它，而是把它去萃取出来精油之后来做添加。我是在想啦，如果说真的只是自己要喝，我真的加海藻就好了。因为我不在乎那个漂浮物啊、脏脏的样子，我就不用再做一次的萃取。但是如果那个萃取可以稍微有这个加多加少甜味啊、酸味、苦味啊多少的比例，好像蛮好玩的。那再来就是你的创意，看你要怎么样调出你自己的味道。OK，
所以比例的问题，对，这都是你的，你可以自己决定的。来到了基隆，那就一定要枣味要多咯，对不对？10存，1、2、3、4下，好，好不好？但我这3个还可以再加里，可以啊，可以吗？对不对？可以有枣类，有甜，还有一点点，对，你看一点点甜，就是你要吃到一个甜的那种有10存的饼干，一点点。那柚子味呢？柚子跟枣。没有遇过，就是说你会喝酒喝不停，对不对？我没有遇过说你要酿酒会酿不停，就一直想酿，一直想酿这样。对。然后画标也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，反正就随便画，一直画，就觉得很好玩。但是说真的，这什么味道？这个锅是我们在2018年，然后那时候是推出了一个叫做渔夫锅的比赛。渔夫锅比赛，这有得名吗？有没有得名？有得名，到底有没有海鲜？有，不在里面，不在里面。不在里面，你跟人家叫什么渔夫锅？你们很妙哎。台湾第一点，其实最好是在旁边有点稍微记录一下。真的哦。因为这张酒标每一张都是独一无二的嘛。OK。以后就会记得这个回忆。酷。秀珍你来了。你好。便当。收便当。收便当。对，收便当，就我们家的友善便当。跟你小豆介绍一下，是我们另外一个伙伴叫秀珍。秀珍你好。他也开了一个餐厅。OK。那他的餐厅的特色就是会推广友善的这种理念。所以他的食材都是跟小农契做的。OK。他今天来收便当就是。他有做外送便当，可是我们都用重复使用的餐具。哦，这么好。我们这里是一个其中的收便当的具。所以你这边也是有可以出便当。对，这是他的便当盒。所以这个是便当盒。哇，好传统哦，好像那种矿工在用的便当哦。对。所以这个就是你们会用，然后你要把它收走。对，我就不用一次性的，所以我送回来之后，等大家客人吃完，我就拿回去回去再去洗它。从到尾都没有一次性的污染。哇，好酷哦！所以你那边，我刚刚有听到一个，你说你这边的食材也是，他那边也有用，因为他自己也是很会料理，所以他也会把在地的东西放进去他的食物里面。那很感谢他有用我们家的酒，也在那边做了另外一个很特殊的料理。大家可以去用酒做料理，对，用酒入菜。那我帮你提就好。能帮我送回去吗？好，先去给大家看一下酒怎么做。谢谢，感谢你，谢谢你，很开心，今天学到，很酷好，走，拜拜。当环保不再只是一个口号，而是一种精神。即使得舟车劳顿来回收便当铁盒，也绝对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快乐。海洋大学求学后，秀珍因为喜欢海，选择在基隆创业。虽然没有餐饮背景，但她非常重视挑选友善环境的好食材，希望透过吃让大家来认识来自大海与土地的鲜与甜。啤酒入菜，对，怎么入？你是用啤酒花在里面，还是用啤？不是，我是用我们的精酿啤酒，直接用啤酒？对，这不会太浪费吗？你是要加几罐？加都可以。我们设计是半瓶入锅，但是这个锅会有4瓶。你想要全部入也可以这样。我以为是像我们在煮那个烧酒鸡之类的，纯酒，对，纯酒，不是再加进去，加进去。所以这里面是高汤，这边是高汤，跟那样的高汤。所以那个汤喝起来会是2种不一样的感觉。对啊。我真的会这样。好。我先试试看，到底有啤酒，我没有这样加过。
就是好 ，OK， 那你可以加了。好啊，加看。哦，这支啤酒叫潮劲，所以这个锅我们的名字叫做炒我锅来。炒什么来？炒我锅来。炒我过来，炒我锅来哦，炒我锅来。对，OK。那我先加一半。好。哦。对，那因为依客人不同的喜好，然后你也可以整瓶加，但是我们都会说，那剩下半瓶你可以先尝一下。其实啤酒我是蛮常喝的，所以呢，我这样想，好像刚刚有喝到，是这样。但是呢，啤酒变汤，我倒是比较少喝到。看到这个气泡，大家不要误会是怎么苏打。我们刚刚有学到，它是二氧化碳，懂吗？潮劲，炒我锅来。炒过来。好，我刚刚喝了一个是没有加啤酒的高汤，现在加完了啤酒，喝喝看。炒我锅来。有闻到一个酒香味。对。哦。啤酒加会出咸味。啤酒加下去以后，汤头改变，这个蛮妙的，这蛮妙的。它带出了，我觉得是它带出了一种风味。那个咸味有可能你的味觉非常的敏感，因为我们家潮劲是用了那个海藻。哦。它出了它整个汤头变得浓郁起来。它本来的汤头就是你会闻到很多青草味道、蔬菜的味道、高汤的味道，但啤酒下去以后，它突然间就整个变成好像浓缩过的味道。好酷哦！你什么时候想到用这样的方式啊？这个锅是我们在2018年，然后那时候是推出了一个叫做渔夫锅的比赛。渔夫锅比赛。对，渔夫锅。也就是说，广义来讲，在基隆的渔夫们，就是他们只要是出海捕鱼之后，然后会利用海上所有可能他捕完鱼剩下的渔获，像大锅煮。去煮火锅，他办的比赛，然后对，我们市府办的比赛，但是渔夫锅的意思是说，就是用海鲜去煮的火锅，对，所以我们叫渔夫锅。但是渔夫锅比赛这有得名吗？有没有得名？有得名。对。是不是市政府觉得说你是用渔夫锅，但是里面没有任何海鲜，全部都是菜，它叫渔夫锅很有创意？所以是到底有没有海鲜在里面？有吗？海鲜有海鲜，你确定呢？不在里面。不在里面，你跟人家叫什么渔夫锅？你们很妙对，不在里面叫渔夫锅，为什么？好，这个创意到底哪来的？首先，这个温度不适合海鲜出场，然后现在有点热，也许就冬天可能就是十几度，其实海鲜要负20度以下比较适合它保存。对。OK。那通常海鲜一出来，大家只是相机先吃，对。相机吃完你就冷落它，那生菌素就会开始出来，然后它会觉得空虚这样。懂了。前面的这一锅呢，我们都是想说用土地的味道，就是我们采用基隆在地的，或是说各个地方它是有碳农法小农他们种的蔬果，让你先喝土地给你的味道的汤或者食材，然后循序渐进的吃海鲜。所以这里面的所有蔬菜都是你自己去找，它符合你的标准，就是友善农法，你觉得很有意思、很有趣，你就跟他买回来变成渔夫锅。对，所以每个季节会不一样。每个季节会不一样，因为吃在地，吃当地。所以这个季节有的是，我刚好看到，这个都有，这个都有，对，四季豆，顾名思义，四季都有。OK。对，然后像里面有香菇，椴木香菇。椴木的话，大概也要，它养成的时间发酵过，也要在冬季才会有。但是它这是最后一波，阿嬷在那个瑞芳山上自己种的。瑞芳山上的椴木香菇。对。哇，好厚。香甜。我很喜欢他们的农作物，所以我讲出来我都会异常兴奋，因为我觉得他们都非常的辛苦啦，所以这个是真的椴木香菇。可能我在吃椴木香菇的时候，本来都只知道它就是椴木香菇。是。但听你讲瑞芳山上阿嬷种的椴木香菇，就好像特别有一种古早味。好。自己站在环境友善来说，我觉得很棒。他去搜寻了各在附近他觉得不错的食材，
然后真正用好的方法做的食材，然后拿来到他自己烹调过后，给交到客人的手上。我觉得这个友善是有的，对。但是因为我没有看到他不友善的样子，所以我也觉得不会啊，我觉得蛮开心的。那我们都会跟客人就是希望你们就是慢慢的吃，我们一点都不赶时间，把它吃完再上海鲜。我懂你的意思，你的意思就是必须要吃完，我才会给你海鲜啊，是，对。还好我们这个 team 人不多也不少，来的刚刚好。待完第一点，你可以就锁机锁定，好，锁起来，来帮忙吃。想吃海鲜是吗？就帮忙清空就可以吃海鲜。对。那你这个可以拿个椅子架着，好不好？好。那你的泵呢？它上面可以粘着一下下，我们就可以下来吃。那你这 GoPro 直接，你不需要。哦，真的，你 GoPro 可以拿着就这样子。OK。哇，太好！来，赶快把它刻完，我们就有小卷可以吃。对。为了海鲜。终于把这锅清完了，我们可以吃海鲜了，真正的渔夫锅的主角。哇！海鲜来了。你这个等一下，你这一锅吃，你看我想知道你的客人都是什么样的客人呢？这一锅吃完还有办法吃这么多吗？可以，慢慢吃一定是有。太多了吧？这些都是本港的。想办法，但有一些不是像那个，这个是养殖的白虾在那里的。OK。对，那基隆没有养殖蛤蜊，所以就是绑酒然后加一个。OK。然后鱼片的话，今天是选择那个大溪渔港的鬼头刀。大溪渔港，我以前都在大溪渔港。讲完了以后，其他都是我们基隆在地的。其实我有点饱，你先来个在地的。好啊。头足类我最爱了。煮海鲜之前，不好意思哦，那个一定要大滚流水再下海鲜。懂。好，对。又可以了。好。好起来啊，30秒1分钟。让豆大厨为您上菜。迫不及待哦！我觉得你这样会让海鲜变得让人家好想吃哦，这样。真的哦。像这虾一样，没吃到就像是问号，等我吃完再告诉你。喜欢。它是硬壳的，因为台湾传统大家最喜欢吃的叫做刷黑啊，沙虾，它跟沙虾的感觉完全不一样，它是硬壳的，它吃下去有一种，那样的海味，你没有吃到我也无法跟你形容，它就是很海味，胭脂虾，看一下，哇，你看红彤彤的，Q 弹到嘴巴里面呢，你会吃到那虾膏的味道。明明吃的是虾肉，居然有虾膏我刚不是说我饱了吗？这虾好吃哦！天哪，这虾太好吃了。不好意思，再吃个2尾就好，不要多。你们要不要？要。真的要吗？说拜托。拜托。我觉得这样好像可以，这样可以。我再吃一个套丢。那老板，其他的可以冰起来了，因为真的吃不完，太多了，真的太多了。我觉得你前面的蔬菜已经满一锅，然后到现在这边又有这么多的海鲜，而且我觉得把海鲜当成是一个点缀的料，我觉得是蛮不错的。就把蔬菜吃完，然后海鲜下了之后，你要真的吃到海味，然后你又可以知道在基隆这附近周遭。整个八斗子、潮境公路，然后海科馆这边到底土地上发生了什么事？
你可以透过食物来知道这附近有什么，我觉得是蛮棒的。透过惜食，从餐桌上保护环境，我们用最单纯的方式尝到大地赐予的各种美好滋味。海藻就像是其他植物一样，不同的形状、颜色，造就出不同的藻类风情。我们在感受大自然之美的同时，更要记得爱护这片净土，让这片无瑕的海角乐园能够永远的绿意盎然。喜欢吗？记得按赞加订阅，台湾第一的，开启小铃铛哦。